军营春早，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川藏兵站部。318国道成都至拉萨段又被称为川藏线公路，全程2000多公里，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一路地貌复杂，气候多变，地质灾害频发，是举世闻名的一条奇路险路。自1954年通车起，川藏兵站部的官兵就牢牢扎根道路沿线，负责执行多种类型的后勤保障支援任务。今天，一场别开生面的炊事技能比拼正在川藏兵站部康定兵站举行。我们的记者舒彤此时此刻就在那里，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舒彤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炊事技能比拼是怎样的？主持人好，各位正午国防军事频道的观众，大家过年好！今天是农历的大年初五，这会儿啊正是午饭的时间，不知道大家的餐桌上都备好了什么样的美食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西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所属的康定兵站。没错，这里就坐落在那个情歌溜溜的康定城。但是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呈现的不是一次拉歌的比赛，而是一场炊事技能的较量。提到川藏兵站部啊，其实很多人对这支部队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这是一支以后勤支援保障为主要任务类型的部队。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啊，他们的任务啊，就是要保障在川藏线上行军的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啊，要保障他们能够有地方可以休息，能够有热食可以补充，也就是为他们提供好的这个住宿和饮食的条件。因此啊，对他们来说呢，这个炊事技能啊，就是他们必备的这个核心本领之一啊。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比赛现场呢，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呀，是2台轰鸣的炊事保障车。我们也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啊，来看看车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是2辆500型的高原自行炊事保障车，每辆车每小时啊可以提供400人次的饮食保障。就在去年95泸定地震发生后啊，康定兵站的官兵就是驾驶着这个型号的车辆，成为首批到达震区的军队救援力量之一。他们成功保障了灾区群众和震区救援力量能够及时的吃上热食。大家也知道啊，就在今天凌晨大概3时50分的左右，又在离我播报的这个位置不远，大概40公里的地方，泸定又发生了5.6级的地震。我了解到的这个目前最新的信息是啊，目前暂未收到伤亡报告，灾情排查工作已经展开。地震发生后，甘孜州消防救援支队全勤指挥部赶赴震中，武警四川总队多路救援力量已在多个方向集结待命，做好应急出动准备。地震发生时啊，我也是在营区的宿舍里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而且还是余震一波接着一波。也到现在其实也没有仔细的休息。我们也希望震区啊一切的平安。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咱们厨艺比拼的现场。大家看到啊，今天其实参加我们厨艺比拼的呀，其实是2组选手，他们分别来自康定兵站，还有咱们甘孜大站的机关的炊事班。今天啊，这2组选手都要进行必选菜品还有自选特色菜2个科目的比拼，啊，既要考验谁做得好，也要考察谁做得快。最后啊，总得分多的那组选手将获得今天比赛最终的胜利。啊，这个其实还是有点像这个奥运会的技巧类项目的这个比赛哈。那今天的评委是谁呢？啊，我们的镜头可以往这边看，啊，他们啊有来自营区过年的家属代表，也有咱们康定各个共建单位的这个拥军的代表。大家过年好，可以跟我们这个镜头打个招呼哈。目前啊，2组选手都已经完成了3道必选菜品的这个制作啊，让我们来看一看这3道必选菜品都有什么呀啊？这个我认识，这个应该是回锅肉，这个呢应该是这个胡萝卜炖牛肉，这个好像难一点啊，这个有洋葱，这个叫什么？应该叫掌中宝。哦，这个叫掌中宝啊，据说也是这个四川比较常见的家常菜啊。这3道菜其实都是比较常见这个家常菜和常见菜了。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啊，叫看似寻常却奇绝啊，就是这些典型的家常菜，它才能够更加的考验一个厨师的炊事水平啊。那么伴随着摄像机的镜头，我们往目前2支队伍正在紧张比赛的这个场地上走。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个典型的
野战炊事给养单元。那片区域呢，就是我们今天比赛的这个配菜的这个区域。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团队正在进行的就是他们的自选特色菜的这个制作了。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班长啊，咱们制作的这个特色菜叫什么名字？叫金丝小宝。这个叫金丝小宝，这个名字起的还起俏，比较这个应景啊，也是非常的有良好的这个寓意。那么我们再随着这个镜头看一看另外一支队伍的这个准备情况。班长你好，请问咱们这个自选菜品叫什么？我们今天制作这个菜品是功夫肉片。这个菜他们起的名字叫功夫肉片啊。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清鲜啊。那么川藏兵站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历史发展啊，其实每个兵站都发展出了自己比较拿手的特色美食。以往啊，在川藏线上执行任务的这些官兵啊，他们经过长途的跋涉之后，在抵达下一个兵站之前，对于兵站里的美食啊，都抱着非常大的期待。比如像巴塘兵站的这个团结包子，像咱们康定兵站的沸腾元宝，还有泸定兵站的这个钵钵鸡，这些都是曾经非常典型也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兵站美食。目前啊，就在两组选手进行紧张的这个比拼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也想给大家展示一封信，一封感谢信。之前啊，它就张贴在咱们兵站食堂的这个餐厅门口。好，我们也有请我们的这个班长同志给我们展示一下。好。这是一封给我们康定兵站发来的感谢信，我给大家简要分享一下这封感谢信的内容。这上面写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从古至今都是用兵之重。按照部队兵调计划，我部于5月24日途经兵站进行宿营补给。贵兵站可口的饭菜、热情的服务、良好的环境和周至的安排，给我部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在这段长途机动任务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最后啊，就是这个任务部队的这个落款了。其实通过这封信啊，我们也能够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里，体现到它的这个真情流露。虽然我们兵站部啊作为一支后勤保障的单位，但是对于川藏线上执行任务的这些官兵来说，我们的兵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像温暖的家园一样的存在啊。另外呢，在近期我们的这个采访中，我们也发现，在几乎所有兵站的这个食堂里都张贴着一句标语，那就是“建设一切为了打仗的后勤”。通过今天我们这个简短的直播和介绍啊，我们的观众可能也已经发现了，我们现在人民军队后勤工作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最初的时候啊，我们连提供最基本的热量保障都难以做到，到现在，我们可以既做到美味，同时也做到快速及时，还能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可以说啊，我们现在的后勤就是现代化的后勤，我们现在的后勤是能够随时拉得出、供得上、保得好的后勤。我们现在的后勤啊，就是一切为了打仗的后勤。好的，现在现在我们的这个评委和这个选手们啊，正要进行这个最后这个比拼了。我看我们这个评委最后也要马上要给我们打分了。我觉得啊，其实今天比赛的结果并不是特别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希望未来全国各地的战友们啊，都有机会来咱们兵站走一走，亲口品尝一下这个兵站里的美食，用自己的舌头和嘴巴给兵站里的美食打分。好的，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时间交还给北京。好的，感谢书童从前方发回来的最新报道。那作为一支以物资运输、食宿保障为主要任务类型的部队，川藏兵站部有2种兵是最多的，驾驶员和炊事员，因此也被戏称是由车夫和伙夫组成的部队。成立69年来，川藏兵站部用青春和生命写就了艰险多下不倒、条件差难不倒、任务重压不倒的川藏线精神，涌现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10英雄、川藏线上的钢铁运输班、英雄汽车兵张红等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先进典型。
这天下午，一场汽车技能比武正在某汽车旅通用运输营热闹地进行着。挂防滑链，更换轮胎，战士们分秒必争，即使手指磨破了，也不轻言放弃。疼不疼？不疼，无意间感觉就忽然也是比较没在意吧。事后才发现自己受伤了。刚才完全专注于比赛。哎，对。他们是兵站部里的汽车兵，也被称作川藏线上的车夫。在这支部队里，连炊事班都要学会开车，上车能驾驶，下车懂维修，持枪能战斗，是对这里每一名士兵的基本要求。一般人印象里的汽车兵都是特技驾驶的牛人，但在老汽车兵的眼里，跑川藏线的次数越来越多，路况越来越好，开车反而越来越小心，安全行车，顺利完成运输保障任务，才是他们最看重的。一年跑个6、7趟，这算下来的话，可能都有个50、60趟了吧。开在后面都是越开越怕，这种都是越开越怕。因为毕竟想的东西比较多了，将来考虑的比较全面嘛，怕出事。川藏线那个路况有时候就不是很好，脚下啊就是悬崖，右面就是高山的，如果出个事故那些的话，有可能车毁人亡啊。在这里开车跟在家里学驾照有什么不一样？不，肯定不一样，因为这个川藏线上我当新兵那会儿那个路况真的很险峻，很危险。我就记得最清楚，那个叫13公里半，他们就是14公里那条路，就是只有一个车宽，完了一个车宽的外面就是崖边，太险了，那天那个路真的。险峻的川藏线造就了过硬的汽车兵，也正是凭借着在驾驶、维修等方面的过硬素质，2022年的国际军事比赛汽车能手项目就由这支部队代表中国参赛。绵延2000多公里的川藏线，长眠着超过660多名因公牺牲的烈士英魂。汽车旅干事小贾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我的父亲他曾经也是一名川藏线上的这个汽车兵，我对我父亲的这个印象可能不是那么深，因为我在我14岁的时候他离开了我。成年后的小贾选择了读军校参军，最终又机缘巧合地回到了父亲曾经奋斗过的这支汽车兵部队。说实话，其实没有就是抱着一定要来的这种想法，其实这个可能更多的就是命运安排，不约而同，我可能就来到了这里，又来到他曾经奋斗的川藏线。在一次搜集资料的工作过程中，小贾偶然间发现了父亲生前的工作照，瞬间有种感觉强烈的袭来，爸爸还在，他就在我身边。就是那一瞬间百感交集啊，我又感觉很开心，这个单位居然留着他照片留了10多年，10几年、0几年的照片留到了现在，我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啊，这是没有想到的事情。但同时也有一点悲伤，那个悲伤又不像是那种就是失去亲人的痛苦，就是感觉有点可惜，没有跟他一起看到这个单位现在的变化，它变得越来越好。对小贾而言，汽车旅不是单位，而是家园；汽车兵也不是兵种，而是血脉。川藏线精神的传承，可能就是在一个个像小贾这样的普通义兵身上得以体现。没有任何一个军兵种会有汽车兵给我的这种熟悉感大。我躺在我们的大箱上，我听着引擎声音我都能睡着，它是给了我这个安全感的一种存在。在兵站部，除了汽车兵，还有一群被戏称作伙夫的兵站兵。川藏线沿途有大小几十座兵站，多数兵站只有10几个人，他们主要负责为川藏线沿线执行任务的官兵提供食宿保障。在兵站里，最基本的技能和最主要的任务是做饭。
连站长和教导员也不例外。任务最重的时候，他们一天要做4000多餐次的饭。刚刚来到兵站的新兵，对于没有能够去到一线野战部队，都还保持着一点小小的遗憾。但是入伍多年的老兵，已经油然而生出一种火头军的自豪感。原来当兵的那种愿望没有达到。什么愿望？当初当兵的时候想的是手握钢枪保卫一方，但是现在从钢枪换成了锅铲，还是有一点点小遗憾。是有一点小遗憾，但是职责在这里，就还是没有什么多大的遗憾。革命分工不同。2022年发生的9.5泸定地震，康定兵站成为首批到达震中摩西镇的救援力量之一。2辆500型高原自行炊事车先期抵达后，旋即开展炊事作业，每天工作时长近20个小时，保障了当地受灾群众和其他救援力量都能在镇区吃上热饭热菜。地震救援结束以后，康定兵站收到了一件发自云南大理寄件人署名查秋月的快递。因为不知道兵站的具体地址，上面还单独写了一段话：这是送给解放军叔叔们的礼物，请快递小哥哥一定帮我送达。娟秀的字体和温婉的姓名，提示这很可能是个姑娘的名字。这位姑娘呢，是之前在95抗震救灾的时候了解了我们这个单位。当时呢，我们是第一时间进入到了我们这个泸定的抗震现场。这位姑娘也是这个通过媒体了解了这个事儿，是自发的给我们这个寄来了当地的这个鲜花饼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特产。腊月29这天，兵站又收到了查秋月寄来的快递。这次的礼物是一封信和一捧用很多面膜做成的面膜花。我感觉十分的荣幸，十分的开心，因为我现在来了部队4个月了第一次感觉新兵是吧？对，不仅仅是父母在牵挂着我们，还有人民也在牵挂着我们，我会觉得非常感动，非常开心。除夕这天，兵站专门借此契机，组织了一场感恩雨水情，建功新时代的私教课，介绍秋月姑娘的情况。同时，为了感谢她寄来的礼物，决定与她进行一次视频通话，向她送出新春的祝福。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这里你的小姐姐你好，小姐姐有空上来玩，我们给你做好吃的。大家兄弟们一起准备好没有？准备好。好，祝小姐姐新春快乐，越来越美。年后不久，汽车兵们将再度开启新的运输保障任务，川藏线沿线的各个兵站也会马上忙碌起来。那些车夫和伙夫们又将书写新的故事，但三不倒的精神将永远传承下去。